剧一开播便扮猪吃老虎，众目睽睽之下戳穿丈夫和县主的私情。她饰演的商户之女何维芳给病重母亲寻求御赐子熙丸，她带着丰厚的嫁妆嫁进刘府。新婚之夜不仅没有宴请宾客，公婆也只顾着清点嫁妆，等待她的是丈夫的破口大骂，不仅嫌弃她是商户之女，更是与她划清界限。而何维芳却并不在意，因为双方都是各取所需，毫无感情基础。婚后何维芳处处做小伏低，换来的却是丈夫的冷眼旁观。因为丈夫刘畅心中有自己的白月光吉安县主，年少时他们曾私定终身，但是因身份的悬殊，两人被强行拆散。吉安县主被父亲安排嫁给名门贵族，刘畅也被迫娶了何维芳。直到3年后县主夫君离世，他第一时间便来到刘府做客。为了巴结县主，刘家人对何维芳肆意掠夺，刘母掏空她的嫁妆摆酒席，刘父搬走母亲遗留的牡丹花。何维芳虽满心憋屈，却一忍再忍。昔日恋人再度重逢，县主对刘畅依然旧情难忘。得知牡丹是他妻子的心爱之物，故意挑事要采摘牡丹。为了守护母亲的遗物，何维芳故意装作一副贪财的模样，让众人对自己充满鄙视，对县主恭恭敬敬，给足对方的优越感。县主见状内心窃喜，自然不会与他的花计较。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宴会上竟然混进刺客，意图行刺皇帝近臣花长史。然而花长史早有准备，身后的暗卫很快便将刺客一网打尽。通过观察，何维芳发现这个花长史举止间似乎透露着不简单。事后吉安县主因嫉妒何维芳，故意将宴会出现刺客的罪责怪到他的头上。这花样侍奉的人，一律杖责80，何氏失产杖40，以你为戒。饶命啊！看着昔日纯真无邪的白月光，如今变得如此狠辣，这让刘畅感到十分陌生。与此同时，何维芳意外得知公婆要变卖自己的嫁妆，而且当初给母亲治病的供药也是假的，这才导致母亲病故。曾经他以为是母亲病情过重，就连御赐的药都没有用，他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婆家给的假药而葬送了母亲的性命。得知真相的他既自责又无助，但是此时的他势单力薄，不能与刘家抗衡，于是他主动与刘畅提出和离，成全他与县主。但是刘畅态度坚定，执意不肯和离。为了阻止公公变卖自己的店铺，何维芳前去查验，却被公公阻止。关键时刻，婢女玉露拦住他们的去路，给小姐争取时间。结果对方狗急跳墙，将玉露撞进水中。何维芳顾不上那么多，只能折返回来寻求夫君的帮助。然而当玉露打捞上来，却早已没了气息。何维芳试图让玉露醒过来，她苦苦哀求众人救救玉露。事到如今，公公不仅不反省自身，反而怪何维芳一意孤行，才酿成大错。丈夫刘畅也安慰她不要为了一个下人而难过。她不是我的下人，她是我的妹妹。玉露的死让何维芳彻底认清现实，曾经的她以为隐忍藏风便可安身立命，可到头来却连身边的人都保不住，所以她要做回原来那个随心所欲的自己。除了腹中的物件，还有之前被卖掉的2间铺子，还望母亲一并归还。日后没有我的允许，还请刘宅中人莫再染指我的东西。牡丹，你怎么变成了今天这般样子？锱铢必较，一身铜锈，哪里还像个官眷？我本就是这样的人，只是你们今日才知道罢了。曾经的她隐忍藏风，安身立命，换来的却是婆家的厌弃，丈夫的冷眼旁观。直到得知公婆当年给母亲的供药是假的，致使母亲病故的真相后，何维芳心中的怒火彻底被点燃。直到婢女为保护自己而死于非命，她才醒悟处处隐忍换来的却是婆家的变本加厉。所以她要做回曾经肆意洒脱的自己，早日摆脱婆家的压榨。她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清点自己的嫁妆。经过查验，仅仅半年的时间，自己的嫁妆就被刘家挥霍了一半。婆婆还以为她是那个卑躬屈膝的儿媳，斥责她斤斤计较不识大体，却再一次点燃何维芳心中的怒火。我为什么不能计较？这本就是我的东西，我问你，我凭什么不能计较？昔日温婉的儿媳瞬间变了一个人，婆婆简直惊掉了下巴。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才是何维芳最真实的一面。而刘畅也对何维芳有了新的认识，不知不觉中对她暗生情愫。曾经的他心系白月光吉安县主，可是3年后再度重逢，昔日恋人不仅心狠手辣，而且因为嫉妒，连他送给妻子的兔子也不放过，这让他不禁感叹，3年的时光早已物是人非。所以每当何维芳提出和离时，他
她都会找各种理由拒绝。从库房出来的何为芳意外发现婢女玉露的玉佩出现在蒋长阳手下的身上，经过询问是公公将她转送给了陈章，几经辗转才到了他这里。为了留作念想，何为芳意图用更贵重的玉佩作为交换，蒋长阳通情达理，直接归还于他。何为芳却突然折返，希望他明日再将玉佩归还，因为他心中埋藏着一个惊人的计划。隔天刘府宴请宾客，何为芳则故意在众目睽睽之下假意发现玉佩，将矛头指向自己的公公。爷，您若是缺钱帛，可以跟我说，您瞒着我将回家的铺子卖掉也就罢了，如今连我是你的遗物也不肯放过。刘公为了挽回颜面，直接将锅甩给了管家，指责他行窃偷盗，杖责60赶出刘府。何为芳此举不仅让公公颜面扫地，而且助纣为虐的人也得到了严惩。然而接下来他还有更大的计划，他假意邀请宾客移步水玉亭观赏并蒂牡丹，而此时她的丈夫刘畅却与吉安县主私会。何为芳早已知晓，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拉开帷幔，帷幕下的场景简直不堪入目，刘母也难以接受，晕了过去。婚内出轨的丑闻被公之于众，丈夫恼羞成怒，指责何为芳。何为芳并不在意，她迅速切换成受害者的模样，博取同情。光天化日之下，我的夫君就与堂堂县主同卧相榻，而我如此愚钝，对他们的私情竟一无所知。蒋长阳也开始推波助澜，看来刘家不是又要办喜事来了。蒋局这可不能乱说呀。何为芳则顺势提出和离，然而令众人没想到的是，今日捉奸的戏码竟然是何为芳和县主合谋设计的。县主助他脱离苦海，离开刘家，而何为芳也能帮助他得到挚爱。目的一致的两人很快达成了共识，县主则故意拖住刘畅，两人情到深处你侬我侬。时机成熟，何为芳则带着宾客前来围观。尽管儿子和县主的私情被公之于众，但是刘家觊觎何为芳的嫁妆，并未答应何为芳和离的请求。曾经江湖术士满口胡诌，说他的八字渴望刘家，何为芳这才被迫嫁入刘府。如今他便要利用江湖术士，将福星转移到县主的头上。果然刘家夫妇上钩，立刻前去向县主提亲。但是得偿所愿的刘畅却并不开心。曾经他与县主相爱不假，但是3年的时光早已面目全非。另一边的何为芳坚信这次一定能与刘畅和离，殊不知刘家却不会轻易放过他。我看还是小房子的修吧。女孩和离未果，却惨遭丈夫家暴，而她的公公也因觊觎女孩的嫁妆，竟然派人痛下杀手。侥幸逃脱的女孩本想回娘家寻求庇护，却亲眼目睹父亲对她的指责，继母不分青红皂白要将她往火坑里推。心灰意冷的女孩转身离开，从此刻起她便再也没有家了。由杨紫饰演的何为芳处处遭受婆家的压榨，直到母亲病故的真相曝光，婢女为护自己而惨死，她才彻底清醒，决定反击。她设计在众目睽睽之下拆穿丈夫与县主的私情，时机成熟，自己则扮猪吃老虎，博取同情，从而获取与丈夫和离的机会。然而何为芳和刘畅还未和离，刘氏夫妇便迫不及待地到县主家提亲。得偿所愿的刘畅本该内心欢喜，但当他见识到白月光的狠毒时，却反悔了。3年的时光，两人早已物是人非。相比于心狠手辣的县主，如今肆意洒脱的何为芳才是他心中所向。曾经他事事被父母摆布，如今他再也不能重蹈覆辙。而此时的何为芳却在满心欢喜地收拾行囊，只要刘畅在和离书上签字，他便能重获自由。而刘畅天真的以为何为芳是因为自己与县主的私情才会太过伤怀，想要和离，本以为安慰几句对方就会回心转意，结果他却会错了意。何为芳坚定地告诉他，自始至终他想要和离的原因是刘家上下让他厌恶至极。刘畅这才意识到自己被何为芳给算计了，恼羞成怒的他要毁掉何为芳的清白，让他不得不委身于自己。何为芳拼死反抗，刘畅一怒之下将何为芳甩了出去，却不慎撞到桌子，磕得头破血流。刘畅慌了，想要上前扶起对方，但是何为芳以死相逼，让他离开。和离失败的他前去求助蒋长阳，而蒋长阳一眼便识破他身上的伤口，是自己故意用剪刀捅伤的。经过蒋长阳的提醒，何为芳夺过他的扇子，又补上一刀。出身商贾的他无权无势，洛阳大小官员都是一丘之貉，如今只有蒋长阳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蒋长阳见他和离之心坚定，于是便带他来到了洛阳府尹主持公道。公堂之上，何为芳故意露出自己被家暴的证据，
从而引起民愤。公公碍于刘家颜面，提出关门审理此案，却被何为芳阻拦。自古以来，衙门断案便是公开审理，才能得以幸福。婆婆见状，只能恶人先告状，处处指责儿媳妇的不是。何为芳也不甘示弱，罗列出丈夫与婆家的种种罪行。而这里的县令早已被刘家夫妇收买，不仅随意给何为芳安排了个擅妒的罪名，还要杖责20。此话一出，瞬间引起百姓的不满。一旁的蒋长阳看不惯他们官官相护的模样，忍不住出言警醒：若你的妻是背着你投人，被揭发后因恼羞把你打得头破血流，还要把你休了，说是你无能，你说好笑不好笑？这事涉人命，却要关起门来只说是家事，连傀儡戏都不能这么演吧？蒋长阳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刘氏夫妇瞬间慌了神。蒋长阳则趁胜追击，故意提及当日宴会刘府护卫不周引来刺客，以及刘畅与县主私会一事。此话一出，县令被吓得瘫软在地，刘氏夫妇也被吓得无言以对，最终不得不妥协，在和离书上签字画押。但是当刘氏夫妇回府后便反悔了，为了得到何为芳的嫁妆，他决定派人痛下杀手。何为芳拼死反抗，这才挣脱敌人的束缚，趁机逃了出来。巨大的响动引起了刘畅的注意，当他看到何为芳慌张逃窜，便上前拦住管家，并找借口支开对方。安全后，刘畅便上前扶起何为芳。你为什么要救我？你是我的发妻，我从未想过要害你。只要你愿意再宅住刘家，我定会护你周全。你是一个连娶妻生子都身不由己的人，你拿什么护我周全？被婆家压榨的女孩刚脱离苦海，转头就误入黑店，被老板觊觎美色，霸王硬上弓不成，便对女孩拳脚相加。为了私吞儿媳的嫁妆，公公派人对何为芳痛下杀手，他拼死反抗，这才侥幸逃脱。看到妻子惊慌失措的模样，刘畅立刻出面将管家支开。刘畅的好心换来的却是何为芳的防备，他祈求妻子能够留下来，自己定能护她周全。可是一个连娶妻生子都做不了主的人，何为芳怎会相信他的话？才是我救人。刚才又是谁要我的命啊？被戳中下怀的刘畅也不再纠缠，在侧门准备了马车放何为芳离开。刘家主公猜测何为芳定会跑回婆家，于是命管家带人前去围堵。不明所以的父亲以为女儿在任性妄为，继母也不分青红皂白，要将她绑回婆家。这一幕恰巧被赶回来的何为芳撞见，心灰意冷的她选择离开，不再打扰父亲的新生活。可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她逃到哪里都会被刘家人发现，于是她将发簪留在悬崖边，制造坠崖的假象。刘畅不相信何为芳如此要强，却选择跳崖自杀，定是父亲派人暗杀的。而他的举动彻底惹恼了父亲，刘畅也见识到了父亲的自私与凉薄，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娶县主。父亲恼羞成怒，动用家法。我的后事已经被安排了一次，如今还要被安排第2次，凭什么？凭什么呀？见儿子如此执着，父亲不得不服软，用刘家的门楣与仕途威胁他同意。事已至此，刘畅不得不再一次被父亲摆布。另一边，脱离苦海的何为芳来到了方圆，这里是母亲留给他的。怎料当他亮出身份，却被无情地拒之门外。这里早已被人据为己有。何为芳坚信有一天他一定能拿回方圆，但是如今他需要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所以他挨家挨户去做工，却都被人赶了出来。因为没有人敢收一个没有户籍的人，他误打误撞来到一家酒肆，看着老板娘一人手忙脚乱，他便上前帮忙，并趁机询问店里是否需要人手。老板娘刚打算拒绝老板忙情就来了，他表面温文尔雅收留了没有户籍的何为芳，实则却动了歪心思。何为芳知道这份工作来之不易，所以她任劳任怨。五娘明白丈夫的心思，所以各种为难何为芳，想让她知难而退。不明所以的何为芳只觉得五娘对自己有偏见，王晴察觉妻子的阴谋，忍不住出言敲打对方。妻子见状也再不敢多说什么。然而到了晚上，醉酒的老板便暴露的真面目，他开始对何为芳动手动脚，逼迫他给自己做小，或者只要何为芳同意，他现在就能将妻子发卖，让他做正妻。何为芳拼死反抗，却换来对方的拳打脚踢。苏醒后的何为芳这才得知，五娘多年来被丈夫欺辱，早已经被他打怕了。但是何为芳却不认命，只要一丝可能，她都要逃出去。五娘主动上前助她逃离，危急关头却被王晴发现。五娘拼死拖住王晴，给何为芳争取逃亡时间。何为芳一路狂奔，而王晴却穷追不舍。我乃国子监主簿，这是我姨母家的表妹，怎会是你的逃奴？
看来牡丹所言非虚，你确实包藏祸心。还万万没想到，自己的逃离却连累恩人惨遭丈夫毒打，更是要将她发卖到青楼。看着女人被渣男折磨得不成样子，她鼓起勇气冲上前将她护在怀中，结果却再一次惹恼了男人。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的夫人可是良妻，当然是良妻。良妻不可买，点妻更是犯法的，你不知道吗？此前侥幸从婆家逃出的何为芳，却被黑心店主逼迫做妾室，不同意便会对她拳打脚踢。为了活命，何为芳只能假意答应。冷静下来的何为芳这才意识到，当初舞娘的处处针对，都是在暗示自己离开这里。正是这一举动惹怒了丈夫，等待她的又是一顿毒打。王晴表面温文尔雅，实则是个不折不扣的败类。为了生意，每次动手都会挑隐蔽的地方。遭受毒手的不止她一个，之前的3、4个已经被她发卖。何为芳看着遍体鳞伤的舞娘，内心愧疚不已。她劝舞娘和自己离开，可是她早已司空见惯，并劝何为芳不要逞强，乖乖换上嫁衣准备成亲。反抗只会遭受王晴的毒打。但是生性倔强的何为芳却不认命，她威胁舞娘不要发出声音，自己则搬起木桶想要翻墙逃走，结果却一次又一次地摔了下来。舞娘被何为芳不服输的样子打动，当即上前帮忙。她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机会了，尽可能地助何为芳脱离苦海。就在何为芳要翻过去的时候，王晴却突然赶了回来，将妻子推倒后，又将何为芳拉了下来。你竟然敬酒不吃吃罚酒，现在就带你入洞法。何为芳趁机砸伤对方，然后让舞娘和自己走。早就认命的舞娘决定拖住王晴，给何为芳争取时间。手无缚鸡之力的她却被丈夫无情地踢开。何为芳一边逃跑一边寻求帮助，王晴却对她穷追不舍。何为芳在逃跑途中意外撞到人，仔细一看正是自己的表兄。何为芳瞬间看到了希望。王晴诬陷何为芳是自家的逃奴，而且还打伤了自己。表兄则当众拆穿他的阴谋，并立刻要去报官。而没有户籍的何为芳担心被婆家发现，只能选择不了了之。母亲向来与姨母不和，何为芳担心自己会连累表哥，于是留下书信转身离开。夜晚他辗转反侧，担心舞娘的安危。就在这时，他却发现琼台玉露竟然开花了，他瞬间看到了希望。隔天他便抱着花来到了万贯堂，准备用琼台玉露置换一份良级文书。这里的掌柜将他引荐给家主，而这背后的家主正是蒋长阳。见来人是何为芳，蒋长阳的手下忍不住出言戏弄对方。良级没有，奴籍满箱。娘子啊，从今往后你得留在我这儿吧。听闻此言，何为芳误以为对方不是好人，趁机泼了一杯水后慌忙逃离。四处逃窜的何为芳却被蒋长阳叫住，见是老熟人，他这才放下戒心。经过交谈，蒋长阳才得知何为芳在刘家的遭遇。出于好心，他帮何为芳办了一份良级文书，名字却是蒋小花。但是这对何为芳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就在这时，楼下传来女子的呼救声。何为芳仔细一看，竟然是舞娘，因为她忤逆了丈夫，私自放走何为芳，她的丈夫便要将她发卖到青楼。这时何为芳冲了出来，一把推开渣男，结果彻底激怒了对方。渣男恼羞成怒，要连何为芳一起打。危急关头，蒋长阳出手相助。良机不可买卖，点妻更是犯法的，你不知道吗？禽兽不如之人，多说无益，拖出去报官。见对方要报官，王晴瞬间反悔，决定不卖了。官府能管得了自己卖妻，却管不了自己教训妻子。说罢就要拖着舞娘回家。何为芳知道，一旦舞娘回去，便会凶多吉少。我给你10万，我要你写和离书。父亲为了10担米的聘礼，将她下嫁给了家暴男，从而断送了自己的一生。本以为就此认命的她，却被牡丹不服输的样子所折服。出于善意，她帮助牡丹逃离，结果惹恼了丈夫。对方恼羞成怒，将她发卖到青楼。危机时刻，牡丹出现，提出用10贯钱换女人的和离书。见钱眼开的渣男爽快地答应。身无分文的牡丹只能将母亲的遗物抵押给云店主。此玉是你母亲留给你的，不能当。此玉再珍贵，也没有人命重要。母亲在天之灵，定不会怪我的。云店主被牡丹的善良打动，于是自愿将钱借给她，并且利息分文不取。但是牡丹不忍店主破坏规矩，
他总有一天会凭借自己赎回母亲的遗物。就这样，双方签字画押后，舞娘彻底自由了。男人兴高采烈地收拾钱帛准备离开，结果却被蒋长阳拦住。刚刚殴打舞娘的时候，王晴损坏了欢云楼不少名贵的花朵，这些可都是需要照价赔偿的。牡丹一听报仇的机会来了，立刻上前指出被损坏的可都是名花，按照市场价格来算，起码要20贯。王晴以为他是在公报私仇，恼羞成怒又要动手，却被蒋长阳一脚踢开。既然没钱，没关系，打你1拳顶1棍，打够10棍，就算你赔我了。你们这是肇事欺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气谁了？我皮糙肉嫩，打人这种事，川渝，这。川渝可是习武之人，这一拳拳下来，打得王晴毫无还手之力。但是蒋长阳嫌弃力道不够，命令川渝加把劲。家暴男也有被打的一日，看着真是太解气了。众人散去后，芸娘却撕毁了牡丹的借据，这便是女子间的道义和情谊。另一边还在担心自己会拖累牡丹的舞娘，看到牡丹在如此破败的屋子还能向阳而生，她便再没有后顾之忧。牡丹，你便如同这照料我的余晖一般，你又何尝不是呢？牡丹希望以后的舞娘能够万事胜意，一事无忧，于是为她起名秦胜意。舞娘很是满意，生逢乱世的两人相互依靠，相互救赎，总有一天他们能够拨得乌云见日开。隔天为了生计的两人去做工，结果却处处碰壁。牡丹意识到想要安身立命，就得自己当店主，才不会被克扣算计。于是他们去逛花市，结果发现新商机。经过一处价格最低的摊位，经过询问得知摊主的花珠是在清凉山采摘，所以价格便宜。牡丹灵机一动，如果去清凉山上采摘牡丹回来进行培育，这样一来他们连本金都不用出，绝对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但是他们现在面临的是采买花肥和花盆的难题。要知道他们现在温饱都是问题。聪明的牡丹立刻想到了一个财神爷，转头他便来到了蒋长阳这里。可是蒋长阳却对他这一本万利的好买卖不感兴趣。牡丹并未放弃，而是轻车熟路地从窗户进入继续推销。得知牡丹要去清凉山采摘花珠，蒋长阳告诉他那里险峻巍峨，他一介女流不会武功，自是上不去的。但是牡丹却坚信自己一定能上去，只需要蒋长阳答应自己的合作。隔天牡丹便登上了清凉山，他却不知这里是皇家围猎禁地，宁王带着蒋长阳正在这里狩猎。此时的牡丹正在埋头采摘花珠，蒋长阳一眼便发现了他，一剑将他钉在了树上。牡丹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剑吓傻了。这时蒋长阳飞奔过来，暗示他配合自己才能安然无恙。要知道私闯皇家禁区可是死罪。牡丹立刻心领神会，假装晕倒在蒋长阳的怀中。另一边，吉安县主得知父亲要将自己许配给蒋长阳，立刻动身前去阻止。而苏醒后的牡丹也意外得知此事，才明白蒋长阳在利用自己脱身。讲这个算盘打的，连洛阳张氏姜面的店主都听见了。男人得偿所愿，娶到了白月光，最后却发现自己爱上了朱砂痣，所以当坠崖而死的妻子再次出现，他便欣喜若狂地追了上去。可是女孩却对他避之不及，男人苦苦纠缠，想要与她再续前缘。女孩一怒之下罗列出婆家的种种罪行。父母贪图我的嫁妆，不惜他人杀我灭口。他们逼父亲舍了我这个女儿，让我有家不能回。当初以大炸药骗我进门，让我错失了救治母亲的良机，令他不治而亡。与我之间除了恨，再无其他可能。此前恰逢蒋长阳生辰，何为芳得以有机会参观蒋府豪宅。经过观察才知蒋府的门槛有多高。客厅摆放着一杆超大号的秤，礼物不够重，连蒋长阳的面都见不到。正如冯司马奉上的红珊瑚，川渝侍卫看都不看，直接拒收。这可是他费尽千辛万苦从琼州海运过来的，足以表明他的赤诚之心。要是没有合适的理由，他便不离开了。川渝见状，便带他见识一下真正的诚意。只见一颗超大号红珊瑚映入眼帘，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冯司马只能灰溜溜地离开。另一边，官员各种讨好蒋长阳，希望能得到圣上的青睐，而蒋长阳却用一只蝈蝈作为还礼。官员竟然高兴得合不拢嘴，以为自己可以攀附权势，高枕无忧。何为芳今天算是大开眼界了。这蒋军做花鸟使真是屈才了，他应该去国子监传道授业，这才是真正的金玉换良缘呀，不比书中的黄金屋实在。与此同时，刘畅和县主受邀来到贾二郎家，以表诚意，刘畅特意奉上珍藏多年吴化胜的作品，他自认为无价之宝的画作，贾二郎家中却数不胜数。
而且他的父亲与吴化胜亦是多年挚友，格格不入的刘畅瞬间感到无地自容，身心俱备的他出来透气，看到院中盛开的牡丹，不自觉想起了已故的发妻，恰巧婢女搬着何为芳培育的怀秀香经过，听闻对方口中卖花的奇女子，刘畅忍不住上前打探对方的样貌，结果这时吉安县主过来了，看着如此矮小的牡丹，县主只觉得粗鄙不堪。认赎罪。子叔，我们走吧，免得沾上了污秽。有些人就如同两帮人，有着华贵的服体，格格。另一边，何为芳回去的路上，意外撞见无赖扎驴碰瓷的一幕。无赖称这是自己重金购买的火药金丹，逼迫老人立刻赔钱。何为芳假装上前询问牡丹的价格，足足20贯，20贯！哎呦，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这目睹一切的他并未拆穿对方，而是告诉对方被骗了，这花根本不值这个价格。何为芳则故意当众说出自己的疑虑，这等名花按理说应该有专人照顾，估计是被人偷出来养不活，便卖给了对方。何为芳句句暗讽对方就是骗子，让他知难而退。可是对方不仅不罢休，一怒之下还要对老婆动手。报官是吧？我跟你们一起去，我当个证人。骗子太可恶了，又偷花又骗钱的，怎么也能想这骗子50大板。听闻此言，骗子怕了，丢下花便立刻溜之大吉。何为芳沉浸在白捡一盆花的喜悦中，结果却意外撞见刘畅，担心身份暴露，何为芳转头就跑，刘畅却对他穷追不舍。这便出现了开头的一幕，两个人之间不仅三观不同，而且还隔着母亲的死，仅凭这一点他们再无可能。可是刘畅却纠缠不休，他不想牡丹居无定所，自己可以为他置办宅院，不再为生计发愁。你把我当什么？被豢养的别宅妇吗？恰巧这时一辆马车冲了过来，何为芳这才有机会挣脱刘畅。另一边，皇帝在蒋府放纸鸢，结果却意外坠落到何为芳的院子。本以为是废弃的后院，结果却得知蒋长阳金屋藏娇。出于好奇，皇帝想要见识见识这围棋女子，他命令蒋长阳协助自己翻墙，结果对方用尽过猛，将他送进了院子里。直到落魄女孩逆袭成为花店掌柜，才知她一路走来的艰辛。此前盛义的家暴前夫发现她能赚钱了，便花言巧语强迫盛义和自己回去。何为芳发现后第一时间冲出来保护她，她暖心安慰盛义不要再惧怕这个渣男，怎料对方却苦苦纠缠，虚情假意的想要和盛义重修旧好。何为芳当即拆穿王晴的心思，没了他，谁听你任劳任怨的干活？没了他，谁能忍气吞声的任由你拳打脚踢？可他没了你，只会越来越好，生意会做得越来越大。从来都不是他需要的，是你不能没有他。在何为芳眼中，王晴就是禽兽不如的人，怎会突然改变本性？说罢便将王晴赶得远远的。可是嫉恶如仇的王晴又怎会善罢甘休？隔天何为芳出摊，就遭到主顾的围攻，大家纷纷指责他是黑心商贩，贩卖病花。就在何为芳准备查验花朵死因时，带头闹事的威胁他立刻赔钱。直到看到王晴得意的表情，何为芳便知道此时他脱不了干系。就听着奸商辩白，贩卖劣花坑害百姓，还拒不退钱，今日必须给他些教训。住手，把他摊子砸了！砸了！王晴为了报仇，故意发动民愤，让人砸了何为芳的花摊。这时盛义赶过来阻拦，但是两个弱女子毫无招架之力，看着自己的心血被随意践踏，何为芳无奈只能答应赔钱。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明白商人当以信誉为先，自己定然会负责到底。只是如今资金紧张，想请大家宽限几日。然而王晴又怎会轻易放过他？带头撺掇众人逼迫他立刻还钱，避免对方逃走。王晴带领众人陪同他们回去取钱，途中王晴还不忘散播流言，损害两人的声誉。盛义十分自责自己连累了何为芳，但是何为芳并不惧怕，早晚有一天他会讨回来。已经到了家门口，王晴却还想挑事，好在一位明事理的大娘出面为何为芳说情。与此同时，蒋长阳得知消息，立刻动身前去查看。如今屋外已经乱作一团，蒋长阳十分担心何为芳的处境，但是对方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弱，无需自己出面，他也能应付得来。见何为芳迟迟不肯出来，王晴便带头砸烂他们的东西。屋内努力平复心情的何为芳彻底被激怒，他将众人的花钱悉数奉还，但是聚众闹事损坏私人用品的人也不能轻易放过。吓唬谁呢？我们砸奸商的东西是替天行道。替天行道，天可会替你疏财。何为芳当众拆穿王晴的真面目，
众人才意识到自己被利用了。就这样，他轻而易举地化解了此次危机。王晴见此计不成，便又心生一计。男人趁乱顺走了圣意的贴身物件，决定损毁对方的名节。经此一劫，何为芳准备感谢一下为自己说情的孙大娘，却从圣意口中得知对方是卖香粉的。他意外发现了新商机，如果将手中的败花做成花粉，便可以挣回花肥钱。随后两人来到了集市，将想要合作的事情告诉了孙大娘。孙大娘十分赏识何为芳，当即便同意了下来。同时他们也结识了孙大娘的女儿阿福。就在这时，王晴的朋友手持圣意的香囊前来闹事，一上来便污蔑圣意与自己有私情。此话一出，围观的人不分青红皂白，便讥讽何为芳和圣意是做皮肉生意的。何为芳上前理论对方，却动手动脚，结果却被大夫一招制止。嗅觉敏锐的大夫一闻便知渣男昨夜在平康坊寻欢作乐，当即便戳穿对方的阴谋，将他打得落荒而逃。孙大娘恨铁不成钢，但是何为芳却认为大福是个奇女子。你不嫌我粗鲁无礼？当然不，我倒觉得你赤诚可爱，为民除害，肆意待侠女。俗话说得好，千里马难遇伯乐。我看你就是我的伯乐。攀附权贵的男人发现，短短几日和离的妻子竟然从一个商贩逆袭成为花店老板，他再一次刷新了对他的认知。就在女人被无赖纠缠时，他立刻上前解围，结果却被暴打一顿。此前何为芳在孙大娘和大福的帮助下调制出了新型牡丹香粉，为了打响名号，圣意假意擦拭香粉，吸引周围女客的注意。大福则当众表演杂耍，趁机给新店做宣传。很快何为芳的小摊就被围得水泄不通。为了解决人手的问题，何为芳推出了自制调香方法，不仅别出心裁，还获得了众人的喜爱。何为芳凭借着出色的经商头脑，很快将春一晚的花肥挣了回来，而且他还给圣意在贵坊中开了个户，把每个月的盈余都存在了里面。从此圣意也有了自己的存款，等有朝一日也能把弟弟接过来。圣意满眼的感动和开心，他终于可以顺应本心过日子了。另一边，皇帝的老师徐祖平为官清廉，朝堂之上公然违背了宁王的旨意，此举彻底激怒了宁王。下朝后便对他下了追杀令。与此同时，出城采买花苗的何为芳赶上了大雨，于是找了一处庇护所，却意外撞见杀手行刺徐祖平，他吓得躲了起来。这是一个黑衣人一上来直接刀了刺客，摘下面罩，此人正是蒋长阳。不明所以的何为芳误以为他杀了徐祖平，惊吓过度的他不敢发出任何声音。蒋长阳似乎察觉异样，为避免被发现，何为芳藏进竹筐中。当他再次醒来，已经回到了家中。从圣意口中徐祖平去世的消息，他便意识到这不是一场梦。想到表兄在国子监任职，定会打击颇大。出于关心何为芳，来到了国子监。众人都以为徐祖平被流寇所杀，只有何为芳知道事情的经过。这时蒋长阳迈着悲痛的步伐前来祭拜恩师，紧接着便是一顿捶胸顿足。这些年总是因老师气了，长阳罪过未还，老师怎么就走了？众人被他浮夸的演技惊掉了下巴，想到昨夜他杀伐果断的样子，何为芳不自觉地感到后背发凉。为了避免他打扰了老师的清静，表兄命人把蒋长阳带走。当他狂飙演技的时候，却发现了何为芳的身影。出于怀疑，他命手下前去查验。此时的何为芳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在看到蒋长阳时不自觉地躲闪，这也证实了他的猜想。当晚便爬上何为芳的墙头，他已知晓何为芳目睹了一切，因此出言敲打对方。何为芳自知对方的实力，所以向蒋长阳保证自己定会守口如瓶。此事风波一过，何为芳便盘下铺子，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花店。新店开业，宾客络绎不绝，生意日渐红火。圣意用自己的钱帮何为芳赎回了母亲的遗物，何为芳十分感动。另一边，刘畅为了施展抱负，想要去赈灾，却被宁王一口回绝。宁王认为他自视清高，作为赘婿最应该做的就是陪好自己的女儿。刘畅这才意识到自己在他心中只是市主卖笑的无能之人。本就郁闷的他还要花费心思哄县主开心。恍惚间，他似乎看到了何为芳的身影，于是便找借口摆脱了县主。出来后的他到酒楼借酒消愁，却意外撞见何为芳，他瞬间欣喜若狂。夜晚醉酒的他前来找何为芳，却发现他被无赖纠缠。刘畅立刻将无赖撞开，无赖以为两人相熟，但是何为芳却转身离开。无赖转头要和刘畅算账，刘畅借着酒劲和对方大打出手，结果却被一顿暴揍。当对方看出刘畅是宁王的人，立刻跪地求饶。
无赖走后，何为芳命人给他送一盒药，看着手里的药，他开心不已。不管从前或者现在，何为芳对他的态度始终如一。别人请的都是这款牌子，只有你，在你眼中，我一直都只是刘子舒。男人遭遇小姨在线催婚，为了蒙混过关，他顺势将女孩揽入怀中，表示此生非他不娶。女孩清醒地知道两人是在单纯不过的金钱关系，所以对他的暗示不予理会。臭死贼，还想占我便宜！告诉你，你若是再纠缠我，我就吊死在你这个蒋府门口！何为芳新店开业后，生意日益兴隆。为了花满珠日后的发展，他决定加入花会。隔天一早，他便备了厚礼拜见行头。见老板竟是女子，行会众人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将他们从未时晾到了有时。大福的耐心已经被消磨殆尽，见时机成熟，行头便赶了过来。他们提出收购花满珠，聘请何为芳当花匠，如果不同意分成，便要进行5-5分。大福意识到对方是在故意刁难，忍不住上前理论，却被行头嘲笑粗鄙不堪。何为芳意识到对方的区别对待，大福脾气虽然暴躁，但是话糙理不糙。没有想到，行会竟然有这般毫无道理的规矩，视我等女子为蝼蚁。既然如此，那便没有什么可看的。何为芳气愤地转身离开，盛义担心得罪了行会，劝何为芳不要意气用事。但是何为芳宁愿不开店，也不想被人欺压一辈子，因为得罪了行会，行会断了他们的供肥渠道。如今无一人敢向花满珠供肥，盛义提出向行会示弱，度过眼下的困境。但是何为芳知道一味的隐忍只会让对方变本加厉地欺压他们，既然买不到花肥，他们便自己动手造。于是夜晚几人用药铺的废渣、屠户丢弃的羽毛粪便以及酒楼吃剩下的肉骨鱼刺作为原料，寻一片荒地。虽然辛苦，但是他们定能呕出自己的花肥。隔天一大早，何为芳来到蒋府交上个月的分红。就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却听到宁王和刘畅前来做客，担心被发现，何为芳慌里慌张地躲了起来。当刘畅看到桌子上的牡丹，便想起了前妻。出于好奇，他忍不住询问对方为何将败了的牡丹摆在这，怎料蒋长阳却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的亡妻何氏最善料理牡丹，此师兄莫不是遣花思人了？此刻躲在柜子里的何为芳恨不得刀了他。随后蒋长阳借口将两人引到花园赏花，逃过一劫的何为芳刚要出来，却听到柜子里传来的声响，他壮着胆子拉开帷幔。死去的徐继久突然出现，何为芳被吓得晕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就看到蒋长阳正恶狠狠地盯着他。何为芳苦苦哀求他能放过自己，但是蒋长阳却告诉他今天必死无疑。为了不拖累盛义和大福，他鼓足勇气刺了下去。蒋长阳见状彻底绷不住了，何为芳这才意识到自己被他给耍了。原来蒋长阳是在保护徐祖平，这是他精心设计的戏码，既能在朝堂维持对宁王的支持，又能暗中保护正直之人。时至今日，何为芳才发现蒋长阳贪污受贿、纨绔不堪皆是他的伪装。两人一边赏月一边畅谈心事，他们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这样，两人在花丛中露宿了一夜。第二天，何为芳醒来，却被在线吃瓜的小姨吓了一跳。随后小姨便命人把蒋长阳绑起来。何为芳暗自窃喜，没想到蒋长阳也有怕的人。小姨对何为芳甚是满意，于是催促外甥赶紧下手。说罢便以损坏女孩名节，要求立刻上门下聘提亲。听闻此言，何为芳慌了。我们是再单纯不过的金钱关系。你放心，千金聘礼，上百田宅商铺，我定不会让他在钱上面亏待了你。为了摆脱小姨催婚，蒋长阳顺势而为，表示早已心系牡丹许久，此生非他不娶。何为芳本想解释，却被蒋长阳捂住嘴巴，并给对方疯狂暗示。臭死贼，还想占我便宜！告诉你，你若是再纠缠我，我就吊死在你这个蒋府门口！自命清高的男人公然拒绝与县主的婚事，转头又恬不知耻地跪求前妻复合。殊不知他的举动却差点要了前妻的命。此前牡丹的花满柱生意日渐红火，却遭到同传的嫉妒。对方收买骗子到花满柱门前闹事，污蔑牡丹命中克夫。女人口口声声说用了牡丹的香粉后，每次和夫君亲近之时，对方都会头晕目眩、四肢无力，直到找到方士，才发现是花满柱的香粉沾染了煞气。牡丹疑惑有病找方士，却不找医师，显然对方是冲着自己来的。方士故弄玄虚，称牡丹被妖邪附身，吸走4邻的符箓，还忘自己的财。
听闻此言，围观的群众瞬间慌了神。大福忍不住要上前教训一下满口胡诌的方士，但是牡丹却提醒他不要中了敌人的圈套。随后他便大胆让方士测试自己体内的妖邪是何样子。紧接着方士便拿出一枚铜镜子，一顿虚张声势后，手中竟然冒出浓烟。牡丹一眼便看出端倪，手中的烟是抹了火石所致。心虚的方士不敢被查验，所以故意弄碎铜镜。就在众人大吃一惊时，店铺的伙计突然口吐鲜血晕倒在地，场面瞬间乱作一团。定了我的夫君啊！你又坑倒了自己的伙计，只怕过不了几日，这花满珠所有的人都要你给坑死了！牡丹万万没想到伙计早已被对方收买，就是要在关键时刻给他致命一击。这样一来，所有人都将牡丹视为煞物，担心沾染了煞气。围观的群众将购买的花粉摔得粉碎，他只想安身立命，却没想到处处是小人。但是这些小把戏在他面前根本微不足道。他早已想到破局之法，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隔天在牡丹的安排下，蒋长阳特意到副行头的店铺选了一个香囊，当路过花满柱时假装吐血不止，时机成熟让被收买方士前来驱邪，果然还是银子最好使。昨日还说牡丹命中带煞，今日就变成祥瑞了。紧接着将目标对准蒋长阳，方士指出他腰间的香囊便是煞气所在，此妖邪已经从花满柱转移到了曹副行头的身上。时机成熟，牡丹拿出从寺庙开了光的香囊给蒋长阳戴上，蒋长阳瞬间戏精附体，转眼变得生龙活虎。牡丹还真是生意脑，此次也算是因祸得福。除了花粉，他们又多了一项香囊生意，花满柱因此轰动了整个长安。刘畅的母亲为了融入贵妇圈，前往花店挑选胭脂，结果却意外发现牡丹还活着。刘母大惊失色，急忙调转马车将此事告知刘父，担心牡丹的存在影响刘畅和县主的婚事。刘父再一次要对牡丹痛下杀手。牡丹此时已经察觉危险，趁机推开杀手，然后向山林跑去。他一路狂奔，杀手却对他穷追不舍。他猛然间发现山下的车队，于是纵身一跃，直接从山上滚了下去。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赶上，而杀手已经追了上来。无论对方是谁，我愿意出消费的价格。显然，背后之人就是要置他于死地。就在他招架不住之时，刺客被人一箭射中，牡丹趁机划伤对方，杀手无奈只能趁机逃走。牡丹万万没想到，救自己的竟然是女子。对方贴心给牡丹换上了干净的衣服，牡丹很是感激，承诺有朝一日定会报答救命之恩。牡丹已经猜到是刘父派人刺杀他，为了让对方放过自己，他亲自约见了刘畅，告诉他自己差一点又要命丧黄泉。刘畅却想将牡丹留在身边保护，殊不知连父母都不敢忤逆的人，如何能护得了他？你口中的保护，不过是他们用来杀我的刀，这跟你亲自杀了我又有何区别呢？何为方已死，还请他们高抬贵手，也请你放过我。还万万没想到，自己甘愿舍弃名节也要追随的男人，一边享受着自己带给他的荣华富贵，一边又自命清高地将一切不满宣泄在他的身上。让我背负着空间的骂名，让我背负着对你的愧疚，让刘景因为闯婚，不敢也不能推掉这门亲事。如今你还要我装作一无所知，继续与你成婚？不久前，何为芳辛苦培育的火药金丹，一夜之间全被疥虫侵害。经过检查，才发现花肥被人动了手脚。圣意立刻将矛头对准吕更春，因为昨日他借口作花在园中待了好久，况且他爹是花卉行头，定是怕花满柱抢了花卉的生意，才指使女儿暗中投虫。何为芳相信吕更春的为人，也有可能是花肥进门之前就已经被投虫。恰巧这时吕更春过来了，他极力解释自己不可能这么做，但是圣意和大福却不相信，说罢就要教训吕更春。经过多日相处，何为芳相信他的为人，眼下最要紧的是救花。随后几人合力将虫卵全部清理干净，吸取了上次的经验，每次花肥上门都会仔细查验。果然在蔡大郎家送的花肥中查出虫卵。面对质问，蔡大郎还想狡辩，何为芳早已看穿一切。以前他来送肥时穿的都是旧衣，结果几天不见，全身上下焕然一新，可见雇他投虫的人肯定给了不少报酬。如果官府到他府中一搜，便可知晓。听闻此言，蔡大郎彻底慌了，直接供出背后主使曹副行头。为了拆穿副行头的真面目，吕更春故意将父亲引到酒楼，听到副行头雇佣蔡大郎陷害花满柱一事，吕行头平生最痛恨残害花卉。何为芳本不想与花卉为敌，所以并未递交官府，只想行头能给自己一个交代。副行头慌了，他苦苦哀求何为芳放过自己。何
何为芳也不想再纠缠，只要他能以5倍赔偿便既往不咎。吕行头最终也心软了，只是免去了他行头的职位。对方虽然表面悔过，内心却在盘算着什么。另一边，刘畅不想和县主成婚，便以公务为由推迟婚期。县主只以为他心情不好，所以告诉他自己已经将轻慢他的户部官员全部教训了一遍。刘畅彻底怒了，指责县主擅作主张。县主不理解自己处处为他着想，刘畅却迁怒于他。这时却被突如其来的狗叫声打断，下人连忙解释狗是宁王所增，得知是父王送来的。县主冷漠的眼神立刻变得温柔，简直和刚刚判若两人。刘畅忍不住自嘲，感觉自己就是县主身边豢养的一只狗，自己满腔抱负无处施展，毫无价值所言。没有我，你根本进不了户部。你只要惜我爱我，再高的官职，父王都会给你。所以我的仕途完全建立在一个女人的闺房软榻之上，是吗？这是旁人求而不得的恩典，你为何要逼我舍弃？所以我的理想抱负于你而言就这般低贱，这般无足轻重。刘畅情绪彻底爆发，在县主眼里自己这般低贱，而前妻牡丹从未轻看过自己。县主这才意识到刘畅对何为芳念念不忘，愤怒之下将牡丹与自己合作，帮助自己和刘畅定下婚约，他可以如愿和离异一事全盘托出。你当真是疯了！县主没想到自己舍弃清白要嫁的男人，却将一切过错归咎于他，压抑已久的情绪彻底爆发。刘畅对县主彻底失望，下定决心拒绝与他的婚事。失落的他来到酒楼买醉，结果不慎跌倒，被牡丹扶起。见对方策论掉进河中，牡丹亲自下去帮他捡起。牡丹很是欣赏他的策论。刘畅没想到此生竟然还能碰到懂自己的人，自己的策论在权贵那里弃如敝履，在他的眼里却是若珍宝。就在他接过策论，才发现竟然是自己的前妻牡丹。原来和自己共鸣的一直是自己抛弃的妻子。他悔不当初，苦苦哀求牡丹与自己重修旧好。头脑清醒的牡丹又怎会被他牵绊？常，先成为个人，再去背你所谓的姓氏吧。好不容易摆脱家暴的盛意，却因为渣男的一点小恩小惠，便开始摇摆不定。王晴看到盛意越过越好，开始对他嘘寒问暖，并且试图给对方洗脑，告诉他酒房后的老夫年轻时做生意，最后却孤独终老，希望他可以再给彼此一次机会。盛意明知眼前人并非良人，却还是被他的花言巧语蛊惑了心。大福见王晴又来纠缠盛意，冲上去就要揍他，直言这只是他骗人的戏码，所以不顾盛意的阻拦就要暴揍渣男，结果却误伤了盛意，这也恰恰给了渣男表现的机会。可受伤了？我受点伤没事，你要不爱就好。盛意成功被王晴洗脑，认为渣男已经诚心悔过，也开始担心多年后自己老无所依。此处盛意和何为芳的区别真的展现得淋漓尽致。何为芳觉得幸福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己挣来的方能长久，比起婚嫁，找一个知你懂你的人更重要。牡丹已经给他提供了金钱上的底气，情绪价值也拉满，再不济还有姐妹相伴，何必为了一个王晴做思想挣扎？可是盛意的自卑和自我厌弃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从小就被轻视，出嫁以后也被轻视，被前夫哥拿捏，所以他的自我价值感是比较低的。当牡丹请徐公当账房，他就会怀疑是不是自己干得不好；当牡丹重视小春，他也会心里犯嘀咕，觉得自己像沙粒，不优秀不出色不重要。王晴这个渣男非常懂怎么拿捏他，他给他买的东西不值钱，但他会让盛意觉得受重视，他会强调失去他过不好日子，同样是在抬高他的自我价值，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盛意被他的三言两语蛊惑，开始存有侥幸心理，觉得渣男已诚心悔过，为了盛意不再孤独。牡丹让他多带些钱帛，将胞弟接到长安享福。果然原生家庭就是最伤人的存在。牡丹那么努力给他攒起来的那点自信，回趟家又被贬低的什么都不是了。他明明打扮得光鲜亮丽，只要用心看一眼就知道他自己在外面过得很好，但回到娘家依旧是爹不疼娘不爱的。他们老觉得盛意被夫家休弃是丢了他们家的人，又想把盛意往火坑里推，要将她嫁给一个40多岁有2个娃的男人。盛意自然不从，可偏偏不巧的是王晴阴魂不散的出现了。失落的盛意在雨中听了王晴的表白，便肉眼可见的动摇了。相对于被旧思想束缚的盛意，牡丹却是既清醒又独立。面对前夫求复合，她十分坚定地拒绝，并在对方宣泄不满时，直接拆穿他的真实嘴脸。刘畅3番5次纠缠他，并非情深意重，而是在刷他可悲的存在感，既想要家族荣耀，却又放不下内心的孤傲，只会自怨自艾。
将过错归咎于父母的压迫、旁人的不赏识，而自己从未做过努力。就算我心之所求，可刘家的荣辱全压在我肩上，我如何能抛下这一切？若知孤高之心，便守清平之道；若决定逆来顺受，便要承受屈膝之辱。可你非要两者皆求，到最后只会两相倾轧，粉身碎骨。直到瞒着好姐妹与家暴男复婚，直到好姐妹被丈夫出卖沦为罪奴，直到被结拜姐妹割袍断义，她才彻底崩溃，意识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盛义刚从火坑跳出来，却因为王晴的几句甜言蜜语再次沦陷。他不顾牡丹的反对，偷偷和王晴私会，并且将牡丹曾嫁过人的消息透露给王晴。王晴接近盛义本就是心怀不轨的，好不容易抓到牡丹的把柄，他绝不会轻易放过。于是他花言巧语哄骗盛义与自己复婚，心思单纯的盛义再次被他拿捏得死死的。与此同时，吉安县主也发现牡丹假死的秘密，为了不让刘畅怀疑到自己身上，这次他要借刘申之手以绝后患。另一边缺乏主见的盛义被王晴诓骗，瞒着牡丹和王晴偷偷办了婚礼，并签下了婚书。就在他沉浸在幸福的假象中时，王晴早已联合刘申要对牡丹下手。此刻官差已经前来逮捕牡丹，为避免徐公的身份被发现，牡丹让大福赶紧通知徐公转移。随后牡丹被官差押到官府，朝堂上王晴状告牡丹私造户籍违例经商，并有发妻勤舞而可以作证。此时的牡丹还不知道盛义背叛了自己，直接戳穿王晴曾点卖妻子的罪行。他不相信盛义会再往火坑里跳，结果下一秒王晴便拿出与盛义的婚书，牡丹一脸的不可置信，盛义竟然真的背叛了自己。而刘家公婆也在一旁添油加醋，证明牡丹是自家儿媳，并且掠夺了刘家财产。县令和刘家本就蛇鼠一窝，而此时蒋长阳不在长安，担心拖累徐公和同伴，牡丹承认自己就是何为芳，随后将刘家霸占他的嫁妆而不惜杀人灭口的罪行和盘托出，并状告刘家抢人钱财害人性命。没想到刘家公婆却反咬一口，污蔑牡丹故意设计陷害，但是县令却与刘家沆瀣一气，对刘家罪责不予理会，指定牡丹伪造户籍之罪，不给他任何辩解的机会，直接判牡丹杖60贬为官奴。刘家却趁机提出让牡丹归还卷走的财物，而王晴的真实目的便是侵吞花满柱。我算是看清楚了，今天这局是你们早就设计好的。堂堂的京兆府，竟与太府卿沆瀣一气，罔顾律法。我要上告！大胆！大堂之上还敢胡言！当真是无商不见，不知悔改，给我拉下去！行刑！牡丹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因为盛义的背叛被剥夺的一无所有，而此时的盛义苏醒后才发现王晴不见了踪影，于是鼓足勇气将门撞破，得以逃脱。出来后的他才得知牡丹被贬为奴，花满柱也成了他和王晴的私产。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再一次被王晴给诓骗了。通过王晴的话，大福才明白是盛义背叛了牡丹。牡丹的事只告诉过你，你若没说，王晴怎么会知道？你居然为李家铺子连人都不做了！盛义真心悔过，但却为时晚矣。任凭他如何辩白，大福也不会相信他。为了守护牡丹的花满柱，大福上前和他们拼命，但是终究是寡不敌众，不仅大腿被人划伤，还被人拳脚相加。此刻他对盛义已经彻底失望，今日他宁负往日誓言，也要与他割袍断义。从此你我再无干系。盛义彻底崩溃，但是此刻他的眼泪又有什么用呢？直到前夫自作主张给自己写信，他才明白县主为何想要置他于死地。直到昔日姐妹再入苦海，他才明白看清一个人的代价有多大。初到军营的牡丹发现，这里的罪奴竟被当作官兵取乐的工具，稍有不慎就会成为他们剑下的猎物。他忍不住斥责官兵不为国为民，反而滥杀无辜，结果却激怒了对方。在他们眼中的贱籍形如畜生，为练兵而死反而是一种荣耀。哑女担心牡丹惹恼了对方丢了命，及时劝阻了他，但是牡丹知道一旦认命和等死没有区别，于是他趁机在将士的粮食中混入有毒的野菜。等到深夜将士们腹痛难忍，他顺势研制出解毒的汤药，从而争取了留在医师处的机会。另一边，刘畅得知牡丹被发配至军营，又自我感动地给牡丹写了一封信，承诺日后定能帮他摆脱贱籍，将他就在身边好好保护他。殊不知这一举动却再一次害了牡丹。他的信被县主截获，
出于记恨，他将性绞碎送到刘宅，暗示刘申必须尽快解决了牡丹。隔天哑女打水回来，却意外听见有人商议要置牡丹于死地，结果一不留神撞到木兰而打草惊蛇。为了防止计划被泄露，官兵污蔑他偷了金疮药，从而要将他活活打死。正在排队打饭的牡丹却听到哑女的求救信号，当他赶过去时，哑女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弥留之际还不忘将消息传递给牡丹。看着女孩因自己而死，牡丹痛心疾首。为了让她体面地离开，牡丹亲自帮她梳洗干净，并换上了自己的衣衫。这时有人通知她去厨房帮工，有了哑女的提醒，牡丹处处充满了防备，趁机在饭菜中下了毒。果然夜晚几个醉酒的官兵过来闹事，对牡丹图谋不轨。牡丹奋起反抗，拼命与敌人周旋。与此同时，得知牡丹被贬为奴的消息，蒋长阳连夜从洛阳飞奔至军营，看到牡丹的衣裙，他不相信牡丹这样的女子会轻易死去。当他揭开围布，却是哑女的尸体。这时传来营中女神医出事的消息，他笃定女神一定是牡丹，而此时牡丹已经凭借自己制服了几个歹徒。喘不上气，把自己喉咙割开就能喘上气了。当他回头看见蒋长阳的那一刻，他彻底抑制不住自己泪水。如果不是哑女以命相护，自己今天恐怕就要葬送于此。随后蒋长阳霸气为牡丹讨回公道，对方言之早早认为蒋长阳的手伸得有点长，自己只是管教军中贱奴，没有不妥之处。咱想打谁打谁，想杀谁杀谁。我是官，他是奴，我不相信你敢为了他杀我。你知道全长安有多少位将军，又有几个花鸟使？你背后的人是会保你，还是卖圣人一个人情？听闻此言，他瞬间慌了，但是又不敢供出幕后主使。蒋长阳已经猜出是县主所为，定是刘畅做了不妥之事，才连累了牡丹背心县主记恨。但是以牡丹现在的身份，根本动不了县主。无论是玉露还是哑女，我都无法撼动始作俑者分毫。于军中为奴，本就九死一生，但你仍为自己争得了一丝生气。蚂蚁微小，可被轻易踩死；但若蚂蚁成群，亦可助等高台。到再入苦海的女人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她却还是忍不住惩治渣男，为她讨回公道。直到丈夫被当众戳穿虚伪的面孔，她却始终将自己禁锢在秦舞娘的身份中。被陈旧观念束缚的她，终究是要与牡丹渐行渐远。王晴虽然得到了花满柱，但是人手不足，生意很难维持。于是他便用花言巧语哄骗盛义去店里帮忙，而盛义每天都沉浸在愧疚与自责中。无论王晴如何费力讨好，他都不予理会。王晴的耐心已经被消磨殆尽，等待他的将是一顿毒打。遍体鳞伤的他来到曾经和牡丹白手起家的破庙，祈求神明能够庇护牡丹。就当他想点燃蜡烛时，却一次又一次的被风吹灭。他明白自己罪孽深重，神明都不肯宽恕他，而牡丹却奇迹地出现了。看到他平安回来，盛义既欣喜又愧疚。看到盛义如今的窘迫，牡丹便知道他过得不尽人意。他既失望却又忍不住的心疼。盛义愧疚懊恼不已，他再也无颜面对牡丹，而牡丹却从未怪他，只是想让他看清王晴的真面目，莫要再重蹈覆辙。可是骨子里的自卑告诉他，自己只是秦舞娘，更是无颜做回秦圣义。他也不想再拖累牡丹。另一边，贪婪的王晴接了一个掉脑袋的买卖。诰命夫人的寿宴可不是人人都敢接的，不仅汤老太爷难产，汤四郎更是出了名的嚣张跋扈，所以花卉都避之不及。王晴担心搞砸了寿宴，小命不保，便将陷害牡丹的过错推给盛义，请求牡丹能助自己完成寿宴，并承诺事成后将花满柱低价卖给他。牡丹早已识破他的伎俩，原来王晴接管此单还是他亲自设的局。王晴彻底慌了，希望牡丹不计前嫌出手相助。见目的达到，牡丹顺势提出了3个条件：首先让王晴归还花满柱，其次是向盛义磕头道歉。糊弄谁呢？告诉你王晴，盛义身上的伤，嘴角的血一报还一报，我让你磕头。王晴虽心有不甘，却只能照做。最后一项便是要让他身败名裂。经商王晴，谋夺他人产业。干了啥？奸商王晴，谋夺他人产业，无诚无信，终是恶果。花满柱今日重归旧主，童叟无欺。解决了王晴后，牡丹本想说服盛义离开王晴，
但是陈旧的思想观念早已在他的脑海中根深蒂固。原生家庭告诉他，女人就是要以夫为天，况且如今自己不能生育，没有人会要自己，这便是他与牡丹最大的区别。牡丹真爱自身，可她却十分讨厌现在的自己。我最恨的是，为何我是女子？为何女子一旦被物质厌弃，便是被世界厌弃了？牡丹在这一刻才懂，原来圣意被世俗纲常折磨得如此痛苦。秦舞娘只是得到了圣意的7天体验皮肤，而她终究无法成为圣意。圣意的悲剧不是一人之过，单凭牡丹是无力回天的。而牡丹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帮圣意，想要将花满柱的股份分给他，但最后连个再见也没有留下。这名字可真好听。鼓足勇气手刃渣男，用自枪结束自己悲惨的一生，才知这世道的枷锁压在他身上太重了。直到大仇得报，恶人认罪伏法，才知蚂蚁虽小，亦可撼树。直到心狠手辣的女人陷害不成，反伤了自己，才知作茧自缚，终会自食恶果。前不久，牡丹发现在西市购买的粟米都掺杂了霉米，一番调查下，发现是刘申趁机从中敛财。当年便是刘家用假公药以次充好，延误了救治母亲的时机。如今是到了他该偿还的时候了。同时，蒋长阳也想借此案垄断宁王的财路，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上演了一出大戏。蒋长阳邀请官员赏花，故意在宴席上用了霉米，趁机牵扯出稀释霉米的案件。牡丹则故意向百姓揭露霉米害人的真相，并向众人展示自己用霉米制作的香粉而毁容的脸。此事一出，瞬间引起民愤。听了牡丹的话，百姓纷纷去京兆府告状，但县令却将百姓拒之门外，不肯受理。牡丹见状，立刻出面拉拢民心。蚂蚁虽小，容易被踩死，但若蚂蚁成群，亦可筑断高台。就在众人带着证据要去京兆府讨回公道时，县令却出面指责牡丹聚众闹事，说罢还要毁灭有关霉米的证据。眼见局势愈演愈烈，牡丹则霸气带头怒怼县令，为百姓讨要说法。民以食为天，而王者以民为天，漏云一小就是大案，当由当今圣人裁决。请圣人裁决。民心所向，县令也不敢轻举妄动，担心东窗事发，刘申准备偷梁换柱，命人暗中将霉米调换成好米。牡丹早就猜出他会狗急跳墙，所以故意引蛇出洞，在半路等着他。时机成熟，则当众拆穿他以次充好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在，刘申百口莫辩，被百姓打得落荒而逃。牡丹一击即中，将他打落水中。昔日玉露的仇终于得报了。为了救出父亲，刘畅不得不同意与县主成婚，县主也欣然接受了，转头便去求父亲出面保下刘申。见父亲不肯，他便以死相逼。宁王迫于无奈，只能成全了女儿。刘申虽免了死罪，但是必须严惩。大仇得报，牡丹却并不开心。他知道，只要刘畅一日是宁王的赘婿，刘申犯天大的罪也能逃脱得了王法。另一边，圣意行尸走肉般的活着，看到他绣的牡丹，王晴不由得想到何为芳，一气之下用剪刀戳烂他的刺绣。可这不仅仅只是手帕，这是怀绣香，是他和牡丹第一次一起开发出的花。那段美好的像是偷来的时光，对他而言是他的整个世界。这也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压抑已久的情绪彻底爆发，他下定决心亲手手刃了王晴，用毁灭的方式完成了第一次勇敢，手起刀落。可惜也是最后一次了。他偷偷去看望了牡丹，并将刺绣和书信转交给他。牡丹一眼便察觉圣意出事了。杀人后，他主动向官府自首，却无处申冤。这一天的黄昏和那天一样好看。此生不舍，唯有两人，一愿你万事顺遂，二愿六郎身体康健。珍重。他选择自枪结束了秦舞娘悲惨的一生，圣意终究成了不公世道的刀下魂。牡丹万万没想到，最后一面竟天人永隔。想到两人从破庙白手起家，到后来的相互扶持，牡丹痛心疾首。随后，他与大夫安置了圣意，并在他的旁边种满了怀绣香，希望下辈子他只做万事顺遂、一生无忧的秦圣意。大结局，刘畅被逼成为赘婿，不仅被宁王废了一条腿，还要眼睁睁看着前妻牡丹与蒋长阳大婚。这一刻，他彻底黑化。前不久，县主得知刘畅对牡丹念念不忘，为了出气，在打马球赛时故意将牡丹叫到跟前，随后用簪子刺伤马，故意制造牡丹致使自己坠马的假象，结果自食恶果，以至于终生不育。
危机时刻，淑妃及时出手，他才得以保住性命。县主的朋友纷纷要降罪于牡丹。久居后宫的淑妃对各种手段了如指掌，一眼便看穿李幼珍的计谋。她不忍无辜之人蒙冤丧命，于是将牡丹带至自己的宫殿。牡丹得知救自己的事，淑妃十分诧异。在她的认知里，除了蒋长阳，那些高官显贵皆是人命如草芥，而淑妃却有着侠义心肠，为人随性洒脱。淑妃表示被困宫中无趣，希望牡丹每月进宫为她讲述宫外趣事。牡丹欣然答应了。与此同时，宁王得知女儿因牡丹在不能生育，瞬间恼羞成怒，命人去蒋府抓捕牡丹。为了保住牡丹的性命，蒋长阳只能借口要纳她为妾。见宁王不为所动，他只能抛出筹码。权势一族失势，如今朱道转运副使一直空缺，朕人许我9线贤能，我朕打算找大王帮我甄选一个。若这喜事没了，只怕这赏赐也没了。况且自己纳了牡丹，正好斩断刘畅对他的念想。最终宁王为了利益只能妥协，而倒霉的就是刘畅了。宁王将与刘家结亲改为入赘，自命清高的刘畅坚决不允，公然忤逆宁王的意愿。他苦痛10分，就要我苦痛100倍吗？他无法生育，就要逼我入赘，断子绝孙吗？刘家好歹是簪缨世家，并非要依照婚事，万事穷荣才能活得下去。亲可以亲，但若我为赘婿，绝无可能。此举彻底激怒了宁王，今日就要让刘家断子绝孙。刘父彻底慌了，不顾儿子的反对，直接签订了婚书。尽管如此，刘畅铮铮铁骨，死也不做赘婿。宁王恼羞成怒，命人直接废了他的一条腿，随后将他丢到牢房磨练心性，直到同意与幼珍的婚事为止。牢房中的刘畅不吃不喝，意图自生自灭。宁王为了让他死心，将牡丹与蒋长阳即将大婚的消息告知他。良心不可同婚啊！更改户籍不过是花鸟使的一句话，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哪一点比得上蒋长阳？经受双重打击的他，在这一刻彻底黑化。他选择和蒋长阳同一天大婚，并且利用李幼珍对自己的感情，为自己谋划一条复仇之路。很快到了大婚之日，刘畅与狠心的父母彻底划清界限。路上看到牡丹与蒋长阳举止亲密的样子，他瞬间黑了脸。他强忍着心中的怒火入赘宁王府，每一个环节都是在委曲求全。看到县主的那一刻，脑海中不自觉又浮现了牡丹的影子。在权势的压榨下，铮铮傲骨的他如同断了的腿，没有一丝反抗的可能。最终他忍气吞声和县主完成了大婚。反观牡丹与蒋长阳的婚礼，两个人说不清道不明，在心里疯狂滋长的爱意实在是太浓烈了。他温柔地看着牡丹，眼底的笑意直达心里。牡丹也十分害羞，与和刘畅结婚时完全不一样，爱与不爱简直不要太明显。《色芳华》第1季大结局高燃部分1集看完，蒋长阳前脚刚和牡丹大婚，后脚就被宁王逼迫又纳了一房妾室，但是丝毫影响不到两人的感情。牡丹最终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夺回母亲送给她的方圆，生意日益兴隆。大婚虽是权宜之计，但是两人满眼的爱意是藏不住的。蒋长阳将母亲贴身之物以小姨的名义送给牡丹，带着母亲的期许，与牡丹结发同心，白头偕老。反观刘畅与李幼珍的洞房花烛夜，李幼珍却独守空房，眼睁睁看着刘畅对牡丹的花情深意切，心中的怒火彻底爆发。告诉全府，别让我在府中见到一朵牡丹，一瓣梅花。是。刘畅从入赘那一刻开始黑化，第一件事就是要惩治曾经欺辱过自己的葛属令。葛属令若真有此心不如将这马厩水槽里的脏水一滴不剩的都喝干，日后吃住都在这马厩。若能如此精业为官，本官倒也不是不能为你举荐一个为马享利之士。接下来就轮到弃他于不顾的父母了。回门后，他亲自下厨炖了一锅肉汤，父亲还是像从前那般对他指手画脚，可刘畅却不再逆来顺受。我这条腿被打断的时候，你在何处呢？我在地牢里绝食抗婚之时，你又在何处？你在说20年来聘我活得还不如你的那条狗自由。说你这么个孽！哎，子爽，你倒是想要这个步步高升的儿子？看你们这对摇尾乞怜、无情无义的父母，我不认了！为了反抗父母，刘畅将他们最宝贝的狗炖了，这味道恐怕他们一辈子都忘不了。
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受他们的掌控了。与此同时，宁王给牡丹添堵，更是为了在蒋府安插眼线，他直接一女连州嫁给蒋长阳。如果他不接受的话，就是和自己离心。蒋长阳无奈只能应了这门婚事。大婚之日，牡丹一出场就碾压了小妾，连州为了报复，故意当众让牡丹难堪。好在蒋长阳在一旁替牡丹解围，牡丹非但不放在心上，反而趁机给自己的方圆打了波广告。他亲手酿的百花酿得到了众人的一致好评，不得不说他还真是生意脑。最后他以事务繁忙为由，将掌家权交给了连州。洞房花烛夜，蒋长阳却去了牡丹那里，连州心有不甘，起身去寻，两人瞬间戏精附体。我要牡丹陪我玩出仆，今日啊，我定要赢你个干净。可是连州却执意要加入，为了摆脱对方，蒋长阳故意装作烂醉如泥，牡丹则趁机将小妾拒之门外。连州误以为蒋长阳是纨绔子弟，早晚有一天会厌弃牡丹。隔天，汤大娘拿了一盒桂花糕，称是一位郎君送来的谢礼。牡丹尝了一口，便猜到了是圣意的弟弟，于是冒雨前去寻找。原来秦六郎被兄嫂赶了出来，只身来到了长安。当看到姐姐的画像，他便确认眼前之人是何为芳。牡丹高兴极了，将他带回家。经过诊治，发现他患了咳疾，需要用名贵药材调理才能好。为了让六郎安心住下，牡丹付了药费，并让小春保守秘密。六郎醒后，牡丹带他去了曾经和圣意摆摊的地方，不仅帮他置办了衣物，还同他讲述了他与圣意的姐妹之情。牡丹知晓圣意这一生过得谨小慎微，并不会希望弟弟步他的后尘，所以往后他一定会代替圣意照顾好六郎。随着牡丹方圆开业，不仅生意兴隆，还收留了许多苦难的女子。国色芳华第一季至此圆满结局。